胰腺有癌，吃饭先知，吃饭时出现4个表现，当心胰腺癌找上门。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们。陈先生此刻拿着报告单泣不成声。原来事发之前，陈先生一家就陆陆续续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一开始他们也只以为是吃坏了东西，直到小儿子有次吃完饭后痛得受不了，他才急忙带儿子去医院检查。然而结果却让所有人都沉默了。医生解释，陈先生小儿子的胰脏部位发现异常，加上问诊得知一直肚子疼的情况，且短时间内暴瘦了10斤，怀疑可能是胰腺癌。陈先生不理解，我儿子才10岁，怎么可能会患癌？而且不就是肚子疼，我和我妻子也经常这样。然而没等陈先生说完，医生却问起他们一家人出现这种情况多久了。在了解情况后，给他们全家安排了相关检查，结果不出意料，竟然全部患上了胰腺癌。在排除遗传、基因等原因后，医生询问起他们日常饮食习惯，发现矛头竟然是自己每天自制的馄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 发现极晚期，生存率极低。胰腺癌为什么这么可怕？原来陈先生最近几个月发现网上卖的一些临期碎肉，不仅肉质和市场卖的没什么差别，价格还低了几倍，于是就经常买来做馄饨馅。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虽然这种肉性价比很高，但肉源往往出自小作坊或边角料，比如淋巴肉或发霉肉等，会大大增加患病率。而陈先生一家的胰腺癌就来源于此。2020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曾公布过一组数据，仅在2017年，我国每10万人中就可能有 4.13 例确诊胰腺癌和66例胰腺癌死亡患者，是中国生存率最低的癌症之一。因为胰腺癌这种恶性肿瘤一发作就是急症，而且侵袭性强，发展速度快，还很容易扩散转移。患者预后效果不佳，复发率也高，总体5年生存率不到 15%， 更别说晚期了，可能连 5% 都不到，不治疗的话可能只能活4到6个月。患者确诊后的生存期总体很短。胰腺癌的可怕之处还不止这一点，因为胰腺位置隐匿，在胃、肝脏、胆囊等器官包围之下，一般检查很难发现病变。胰腺出现癌变后，症状也不明显，加上十分容易转移和复发，所以很多胰腺癌患者一发现往往就是晚期，错失了早期确诊良机。2. 吃饭出现4个表现，当心胰腺癌找上门。胰腺癌的某些症状与肠胃病非常相似，如腹胀、腹痛、消化不良等。这导致很多患者在早期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胃炎、慢性胆囊炎等疾病。由于人们的体检意识不高，平时对看病也比较抗拒，很容易耽误早期发现胰腺癌的时机。因此，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以下信号，很可能是胰腺癌的症状，应提高警惕。饭后腹痛，一吃饭就腹痛，除了可能是肠胃病的表现，也可能是胰腺病变的表现。患者往往还会出现腹胀、恶心、腹水等症状，而且疼痛不是集中在下腹，随着体位的改变，可能影响到肿瘤位置，牵连到上腹部。脂肪泻，脂肪泻是指排出的大便中含有过多的脂肪，这往往是因为胰腺病变后无法分泌足够的消化酶，导致食物中的脂肪分解不完全，排泄后容易出现油腻的大便。如果发现马桶中经常沾有大便，而且难以冲洗，要警惕可能是胰腺功能障碍的迹象。食欲下降，无故消瘦，胰腺癌也会影响肠胃的正常功能，导致食欲下降和无故的体重减轻。如果在正常饮食作息下出现类似情况，且短期内暴瘦，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黄疸，胰腺癌压迫胰管，影响到胆管的情况下，可能造成胆管梗阻，导致患者皮肤和眼睛出现黄疸，继而引发黄疸，这也是胰头癌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3. 胰腺癌没有特效药，早期预防才是根本措施。虽然胰腺癌至今还没有发现明确的病因，但可以明确的是，部分高危因素是导致胰腺癌发病的关键，例如吸烟、肥胖、BMI 大于等于30、饮食结构不合理、慢性胰腺炎、职业暴露致癌物质等非遗传性因素，以及有患癌家族史、直系亲属曾出现胰腺癌的情况，都应高度警惕胰腺癌的遗传风险，提高预防意识，尽可能降低发病风险。目前对于胰腺癌还没有专门的特效药，
因此临床上也是建议防大于治。日常做好以下几点，可以极大降低胰腺病变的风险。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烟酒摄入时间越长，出现癌症的概率越高，胰腺癌也不例外。多项研究指出，烟酒的大量摄入是促进癌变的重要风险因素。建议预防癌症最好从日常习惯调整做起，规律生活，减少熬夜，减少吸烟、喝酒等不良习惯，避免吃高脂肪、高热量食物。高脂肪饮食也是引发胰腺癌的重要诱因，因为高油高脂肪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环氧化物，这种物质是诱发胰腺癌的关键因素。另外，饮食不注意也会增加胰腺分泌消化液的负担，增加胰腺炎的发病率，最终也可能增加胰腺癌的发生几率。定期体检，胰腺癌虽然和其他癌症一样，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容易漏诊，但在专业筛查设备下，胰腺任何病变都无所遁形。因此，只要保持定期体检，也可以及时发现病变，并积极干预，也可以得到有效治疗，降低恶变风险。特别是有家族病史、长期烟酒的人，更要定期做好预防手段。4. 胰腺癌的早期发现与治疗。胰腺癌的早期发现对于提高生存率至关重要。虽然胰腺癌的早期症状不明显，但通过定期的体检和专业的筛查，可以及时发现胰腺的病变。目前常用的筛查方法包括超声检查、CT 扫描、MRI 和血液肿瘤标志物检测等。一旦发现胰腺癌，应尽早进行治疗。胰腺癌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手术切除、化疗、放疗和靶向治疗等。手术切除是治疗胰腺癌的首选方法，尤其是对于早期发现的胰腺癌。手术切除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率。然而，由于胰腺癌的隐匿性和易转移性，很多患者在发现时已经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机，这时就需要结合化疗、放疗等综合治疗手段。5. 胰腺癌的预防措施。预防胰腺癌的关键在于减少高危因素的暴露和提高生活质量。以下是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健康饮食，避免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保持饮食的均衡和多样化。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饮酒是胰腺癌的重要危险因素。戒烟限酒可以显著降低胰腺癌的风险。保持适当体重，肥胖是胰腺癌的另一个重要危险因素。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保持适当的体重，可以降低胰腺癌的风险。定期体检，定期进行体检，特别是对于有家族病史、长期烟酒摄入的人群，更应该定期进行胰腺癌的筛查。避免职业暴露，对于从事可能接触致癌物质的职业人群，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减少职业暴露的风险。6. 胰腺癌的科研进展。虽然胰腺癌的治疗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但科研人员正在不断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近年来，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新型治疗方法在胰腺癌的治疗中显示出一定的疗效，为胰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免疫治疗，免疫治疗是通过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攻击癌细胞。近年来，在胰腺癌的治疗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一些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经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对胰腺癌的治疗效果。靶向治疗，靶向治疗是针对癌细胞的特定分子靶点进行治疗，可以更精准地攻击癌细胞，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损伤。目前，一些靶向药物已经在胰腺癌的治疗中显示出一定的疗效。基因治疗，基因治疗是通过修改患者的基因来治疗疾病。近年来，在胰腺癌的治疗中也显示出一定的潜力。一些基因治疗药物已经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对胰腺癌的治疗效果。7. 胰腺癌的未来展望。虽然胰腺癌的治疗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但随着科研的不断进步和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胰腺癌的治疗将会取得更大的突破。通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结合新型治疗方法和药物，我们有信心战胜这个癌中之王，守护好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健康。结语：胰腺癌虽然可怕，但并非不可战胜。只要我们提高警惕，积极预防，及时治疗，就一定能够战胜这个隐形杀手，守护好我们的健康和幸福。陈先生一家人的故事虽然充满了悲伤和无奈，但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胰腺癌的防治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每一个家庭带来希望和光明。